老公和他高中的白月光，旧情复燃，干柴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老公把怀孕的方薇介绍给我，说这是他远房表姐，还告诉我他家中遭逢变故，方薇要在我们家暂时住下，哪有把怀孕的女人接到自己家里住下的道理？可我老公还真就做出了这种荒唐事，我如梦初醒般，我的家庭破碎了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在老公的表姐怀孕的期间，我需要忍受着他们之间眉目传情，暗送秋波。好几次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忍受，快要疯掉了。可我还是硬撑了下来。不得不说，我还挺佩服自己的。我痛苦地熬到了老公表姐临产的日子。产房外，我看着老公紧锁眉头，来回踱步，一派焦急的模样，心里觉得讽刺而可笑。上天啊，你为何不降下报应，让这对母子双双地死在手术台上？如果我的愿望真的在此刻实现了，做这场手术的医生肯定不会好过吧？医院和我老公肯定都不会放过这个老实本分的医生。我脑海里闪现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。等待剖腹产的这几个小时，犹如经历了几个世纪那般漫长。直到我的思绪被手术室里暗下的灯拉了回来，医生走了出来，陆云急急迎上，想要抓住医生的手，我拦下了他，故意用不解的眼神看着他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激动？陆云也终于发现自己的情绪有些过了，他先是讪笑着对我说，可第一次见证孩子出生，难免有点失态。陆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转头询问医生，医生，母子平安吗？医生眼镜后的目光有些疲惫，他上下打量了陆云几眼，又看了看我。我确信他肯定听见我喊的那声老公了。医生有些迟疑地开口，你们是产妇家属？我带着客套的笑上前，对，产妇是我们表姐。生产过程还顺利吗？医生如释重负般看向我，他心里大概也有很多劲爆的猜测吧，但他的职业素养让他保持了礼貌，微笑着向我报喜，手术很顺利，是个男孩，孩子也很健康，再让产妇休息一段时间，就可以转移到普通病房了。我客气地跟医生道谢，然后歪头看陆云，老公。陆云正眼巴巴地看着产房里，像一只伸长脖子的家禽，还真是一刻也不愿意多等呢。我扬起一个天真的笑，我们去病房等着看孩子吧。陆云猛地回神，尴尬地笑，哈哈，好啊，我正想说呢。看他目光游移，手脚慌乱的样子，十分的滑稽。作为被害者的我都差点忍不住将自己的笑意表达在脸上。方薇的生产事宜一直是陆云在为她奔走安排。我踏进那个 VIP 单人病房的时候，心里也不禁被眼前整洁大方的病房吸引眼球。不知道孩子刚生下来有多重，听说都很小呢。陆云脸上也扬起笑，刚出生的孩子都很小，可能才巴掌大。他脸上洋溢着幸福，就像是等待亲自抱孩子的新手父亲，拘谨而欢欣。我唇角笑意加深。是啊，孩子那么小，也不知道电视剧里都是怎么看出来孩子像父亲还是母亲的。陆云再次僵住，跟我打哈哈。电视剧嘛，都是演的，当然得夸张一点，小婴儿都没长开，怎么可能看得出像谁？我弯了弯眼，没再继续为难他，准备好好计划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，也避免陆云起疑心。我和老公是名校金融系的，但真正认识陆云还是在大学的篮球赛。那时的他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，笑得像个纯情男孩，所以他追我时，
我很快就同意了。大学相恋3年，毕业后结婚至今，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6个年头。陆云，你怎么有信心认为我会看不穿你的粗糙伪装？当你为了高中的白月光背叛家庭，或许就已经做好了和我撕破脸皮的准备了吧？也好，我也安排了当瑜伽教练的闺蜜帮忙打听你高中白月光的光荣事迹。估计老公你知道了以后也会很感兴趣吧。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假装无聊玩手机，将闺蜜发来的详细信息浏览了一遍。方薇是陆云高中的班花，总是被人捧着，平时为人比较傲气，但陆云成绩好，所以方薇也愿意分给他一点温柔。高3那年，陆云甚至得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。方薇的富2代男友劈腿了，不过高考过后，方薇只能去大专。也许是异地实在不方便，也许是又遇到了更好的人，陆云就被甩了。方薇上学期间怀过几次胎，但豪门根本不会让她成功上位。对于豪门望族来说，方薇这样除了青春貌美什么都没有的女孩子，玩玩就算了，结婚是不可能的。高中同学把这件事当乐子看，只有陆云像个纯爱战神，巴巴的帮助被甩以后无家可归的方薇。我垂下眼眸，脸上的杀气几乎要凝成实质。自己怎么以前就没发现这个男人这么掉价呢？可我这老公的注意力却根本没在我这里，我的变化他也无从知晓。因为是顺产，方薇很快从产房转移到普通产房。我看着她缩在病床上，一副柔弱无助的模样，感慨真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。住在我家时，她也总是等待被拯救，不会调热水，不会套被子，不会打扫卫生，不会杀鸡宰鱼。原来陆云你喜欢的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巨婴吗？我坐在床边，故作关切地问：表姐，生孩子疼吗？方薇惨然一笑，有些苦涩地开口：疼，真疼。但是一想到是为了爱人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就觉得那点疼不算什么了。我眼角忍不住抽了抽，还真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勾动男人的心。果不其然，陆云心疼地上前，给方薇递了一杯热水，低声温柔道：辛苦了。方薇眼中迎着泪水，满含深情地看了陆云一眼，才接过水，小口小口地啜饮着。当着我的面就敢打暗号，怕不是已经将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孩子也被护士从观察室里抱了出来，静静地躺在老公的表姐躺的病床上。我立刻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哇，刚出生的孩子真的好小啊！孩子还没睁眼，皱巴巴的，像个小老头。我眼巴巴地看着方薇，表姐，我可以抱抱这个孩子吗？然后又故作羞涩地看着陆云，老公，我想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前学一下怎么抱小宝宝。满意地看着两个人，脸色变得难看。我从神情复杂的方薇手里接过孩子，我看着怀里的孩子，感慨生命的神奇。那样不做人的父母，却能孕育出这样纯洁无瑕的孩子，真可爱呀！陆云看我满脸柔情地看着孩子，也想抱抱，他的手伸了又伸，都被我避开了。几次之后，陆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：婉婉，也给我抱抱。我也想为以后抱咱们的孩子练练手。我往边上一站，故意夸张地说：你大手大脚的，孩子刚出生，骨头软，你不小心伤到他怎么办？陆云马上保证：我一定小心，让我抱抱吧。方薇也在一边搭腔：没事的，孩子没那么娇贵，让阿云抱抱吧。方薇顶着陆云表姐的身份，平时都是叫她阿云的，想到自己成为他们打情骂俏的背景板，真是让我觉得恶心。
方薇想让陆云抱孩子，我并不奇怪，毕竟无论孩子是不是陆云的，他一定都想培养陆云和孩子之间的感情。但我可不允许。我抱着孩子朝边上退，别，我还不知道他吗？我绕到病床另一侧，笑着对方薇说：“表姐，你可别惯着他，孩子还小，需要悉心呵护。”陆云脸上的表情都扭曲了，又不能下病床着我抢孩子，看方薇还想争取，我岔开话题：“哎，说起来，孩子出生证名字定的是哪一个呀？我还不知道呢。”陆云也顾不上和我抢孩子了，他紧张地说：“还没开呢，我去给办了。”说着就想往外走，我连忙喊他：“老公，你急什么？表姐还没决定选哪个名字吧？孩子出生之前，我们就讨论过名字的问题，当时起了很多个，但没有敲定。”方薇表情尴尬，她小声说：“我后来想好了，就叫文旭，只跟阿云说过，忘记告诉你了。”我了然笑笑：“这样啊，那孩子父亲姓什么？我还不知道呢。或者表姐想让孩子跟你姓？”方薇当初说的是男朋友家企业破产，被迫逃往海外，把怀着孩子的她留在了国内，所以这孩子就算不跟着她男朋友姓，也该跟着方薇姓。陆云也有些不自然，当然跟薇表姐姓，那个男人那么不负责任，这孩子跟他没关系。我把孩子递到方薇手里，跟上陆云，我也去看看流程。以后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估计也没机会亲自办出生证明了。陆云想劝我留下照顾方薇，但我怎么可能放任他一个人去？我可不想他真的把自己登记为孩子的生父。填表的时候，我一直微笑看着他笔下的信息，无论他怎么试图支开我，都不为所动。方文旭，父不详。这孩子如果知道自己出生就遇到这样一对父母，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回到病房后，陆云很不开心，而且一直到我们告辞离开，我都没让他抱上孩子。回去的路上，陆云的表情黑黑的，我假装没有发现他情绪不佳，挽着他的手亲密地说：“老公，看到表姐的孩子出生，我也好想拥有我们完整的小家呀。我们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呢？骗人的，我一点儿也不想跟他再有牵连，更不想给他生孩子。我只是要再逼他一把，让他自乱阵脚，我才能趁虚而入。”而疑似已经晋升为父亲的陆云果然打断我的畅想：“你年纪还小，生孩子太辛苦了，我们可以再等等。家里的房子也还在交房贷，养孩子压力太大了。”哼，是担心两个家庭养不过来吧？我佯装不快反驳：“表姐也就比我大1岁吧，我们也结婚3年了，差不多可以要个孩子了。”陆云额角都快冒出汗了，他温柔地握住我的手，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。陆云用我曾经最喜欢的低哑声线说着：“我只是不希望你过得太劳累，我想给你最好的，等我能够给你们娘俩撑起一片天，我们再要孩子好吗？”我忍了又忍，才勉强压下心头泛起的恶心，也回以温柔的笑：“老公，你对我真好，好到找别人生孩子，让我免受生育苦。”孩子出生后，老公没有再让月子的方薇继续住在我们家里，有我在他眼底，他根本不敢放心的和孩子亲热。那接下来最可能的就是租下一处新的房子给方薇落脚。当晚，陆云一个人在客厅抽了很久的烟，手机屏幕明明暗暗。我问起的时候，陆云只说是公司还有些业务要处理。我没想到他第2天就背着我，悄悄在远离我们家的地方看了新房。知道这件事还得多亏我的老同学，他是房产公司的会计。我同学在整合公司财务的时候，
发现陆云以方薇的名义买了房，觉得有异常，才来询问我是不是我老公和别人合伙炒房。你老公可以呀，这才工作几年，就能在香榭小区买房了。我感谢了向我透露消息的同学，以合法配偶的身份，到房产管理中心查到了陆云全款买房的信息。我眯着眼计算了一下这几年陆云的工资水平，确信他的明面收入绝对是不够全额买房的。我们自己的房子都还在还贷款，陆云哪来的大笔资金？难道陆云接私活，还是职务侵占？虽然出身名校，但金融圈并不好混。陆云也是靠着得了领导青眼，才能年纪轻轻就做到了主管的位置。领导愿意分他汤喝，可不代表愿意忍受他自己捞油水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要加速离婚进程的想法越发重了。毕竟，如果他被揭发出来，我岂不是也得受牵连？我马上行动起来，拜托了私家侦探调查陆云和方薇，闺蜜牵线。我找到了一位对于处理夫妻财产纠纷相当在行的律师。律师西装革履，跟我仔细分析。您不必担心，您作为配偶，完全可以起诉追回这笔用于购房的款项。我的个人建议是，尽早追回款项，再起诉离婚，争取获得最大的赔偿。最后举报您的丈夫职务侵占问题。律师打了多年官司，见证了那么多分道扬镳的夫妻，把一切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不过，我也只是怀疑陆云职务侵占，具体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。休息日，陆云声称出门和同事聚餐，我带着老公的电脑找到了侦探。侦探也不是万能的，找了专业人员才打开了老公的电脑。借着这个机会，私家侦探把相机递给了我，相册里面有着许多陆云和方心亲热的照片，镜头里他们围着孩子说说笑笑，真像温馨的一家三口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现在完全不在乎他的人和心在哪里。陆云毕竟年轻，做事没有到滴水不漏的地步。我们很轻易的就在他电脑里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清除的痕迹。我将所有的材料备了份，发送到了不同的 U 盘保存。陆云啊陆云，没想到你还是个痴情种子。我原本以为陆云会在某个老破小租套公寓，没想到为了给娘俩儿最好的，他居然敢沾手经济犯罪。大学里教授们呕心沥血教导他专业知识，就是让他这么用的吗？等到陆云回来，晚饭时我故意提起方薇，老公，要不然我们还是把表姐给接回来吧，我去把房间好好收拾一下。陆云拿筷子的手一顿，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，表姐她出院以后不跟我们住了，她在香榭小区有套公寓，而且他妈也来邺城了，到时候方便照顾他。我夸张地哇了一声，香榭小区就是那个专供富人的，我们之前买房参观的时候就2万1平了，现在好像更贵了吧？薇薇表姐的前男友还真有钱啊，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听到自己的女友和前任之间的事。我只是想帮陆云回忆一下他当初是怎么被甩的。看着陆云脸上的表情，果然变得不开心，我就开心了。我趁热打铁，表姐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辛苦，那个抛妻弃子的男人真不是东西。我们去看看表姐吧，我也想看看香榭小区的房子呢。陆云憋了许久，才吐出一句拒绝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，你平时工作也累，不能老是为表姐的事情费心。我温和一笑，老公，你的表姐就是我的表姐，这怎么算费心呢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呀。陆云又沉默许久，突然说，婉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出息，
买不起香榭小区的大房子，所以在埋怨我。呵，狗男人还开始套路我了。谁说女人就一定要心疼男人的？我不是传统温良贤淑的女人，我只会以有德报德，有怨报怨。我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。老公，你怎么会这么想我？表姐住进家里来以后，你总为了她的事情奔波，我也很心疼你啊。我只是想和你一起看看表姐，难道我不该这样做吗？你们总是背着我商量事情，孩子姓名也不跟我说，难道我就真的是个外人，不能知道你们表姐弟之间的交谈吗？不就是装可怜装无辜，再加一个扣帽子吗？我也会。陆云慌了，连忙把我搂进怀里，宽慰道：我错了，婉婉，我错了，是我不会说话，我该死，我是太在乎你了。男人心虚的时候还真是喜欢说谎，可惜法律承认的婚姻都管不住他，口头誓言又怎么可能真的有约束力？我用力挣开他，既是心里觉得不适，也是为了继续演戏。随便你好了，你要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吧，我不管你。这话不过是以退为进，陆云也不会真的以为我是让步了。一整晚他都陪着笑脸跟我道歉，我才假作不计前嫌原谅了他。第二天他不得已带着我一起，我见到了方薇的母亲，打理得很干净的一个中年妇女，脸上好像总是挂着慈祥温和的笑。看到我靠在陆云身上出现的时候，她的表情才有了一丝裂痕。呵，老女人肯定已经把陆云看作自己的未来女婿了吧？走出病房的时候，迎面而来的护士小姐看我的眼神很有深意，我朝她笑笑，挽着陆云的手继续往外走。听到了几声若有似无的叹息，到了香榭小区，门卫热情地打招呼：你们就是新来的业主吧？陆云马上跟我解释，表姐之前没来住过，也不知道这里有套房，还是前几天她前男友告诉她的。门卫似有疑惑，还想说什么，就被陆云打断了。我们今天还有事，就不跟你闲聊了，见谅。我几乎是被陆云推着走，我扬起脸：你跟我解释什么？表姐之前当然不知道啊，不然怎么会住我们家？陆云讪笑一下：我就是怕你误会。我甜甜一笑：怎么会呢？表姐之前遇到了困难，我们搭把手是应该的。方母也满脸动容：谢谢你们呢，微微都跟我说了，前段时间多亏了你们的照顾。哎，微微这孩子就是要强，遇到事也不跟家里说，我们做父母的真心疼他呀。他这话一定是对着陆云这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男人说的。方薇被甩，就想起陆云来了，我可半点看不出他到底哪里要强。方薇垂下头，一副脆弱又坚韧的模样，让我差点没忍住笑。陆云也没有辜负这两个爱演戏的女人的期望，他看向方薇的眼中都是柔情。陆云义愤填膺地说：都怪那个男人太狠心，表姐这么好的人，值得每个人真心对待，真是个傻男人。我其实有些怀疑那孩子到底是不是陆云的了，但我现在只是认同地点点头，跟着他们走进那间一看就是新居的公寓，家具都是新买的。方母一副女主人的姿态，招呼我坐下。我故意像没见过世面一样，在沙发上左摸摸右看看，趁着所有人不注意，把无线监听设备藏在了垫子的缝隙里。当晚我就听到了好东西，抛开母女俩嘲讽我傻白甜的内容，孩子果然很有可能不是陆云的，但我可不会在离婚前提醒他这一点。正在我思考怎么提出离婚才能保障自己的最大权益时，陆云突然从后面抱住我，我僵了一下，推了推他：别闹，我们上次争吵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同房了，而方薇刚出月子，
也不太可能满足陆云。陆云低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婉婉都多久了？确实很久了，但那可不怪我。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叶菜，一边对旧爱难以忘怀，疑似搞出了私生子，一边还能对我这个糟糠之妻念念不舍。”我又推了推他：“我在想事情呢。哎，你说，表姐前男友什么家庭啊？都破产了，还能在香榭小区保留一套房子，我就知道提方薇的前男友是最有效的。”陆云深吸一口气，翻身躺下，闷闷地说：“可能家里有点背景吧。我和陆云都是金融系的，他当然知道再让我问下去可能会露出马脚，所以他马上说道：不说他了，背景再强大，也就是个抛妻弃子的渣男而已。今天帮表姐搬家也累了，你不想，那就早点休息吧。”说完也不理我，呼吸沉沉，好像真的睡着了一样。我偏头看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在我这总是得不到满足，陆云当然会去找方薇发泄，他们玩得倒挺花。我放在沙发里的录音设备也接收到了记录。我只是有些好奇，方母和方薇同住，他们就在客厅沙发上乱来，难道不怕方母撞见了尴尬？录音里传来方薇的轻喘：“阿云，我不在乎什么名分，我现在有你，有小宝就够了。”陆云粗喘着回答：“微微，我不会委屈你的，你才是我最爱的女人。”方薇感动：“阿云，你真好。”接下来又是一番激烈的动作大戏。我整理了所有的信息，把切实证明陆云出轨、转移婚内财产的部分提了出来。第二天就跟陆云提了离婚。我成全你们。我刻意化了一个略显憔悴的妆，我相信这能让陆云回想起曾经的一小部分温情。我原本只是怀疑，才放了监听设备，没想到你真的背叛了我。陆云慌了，跪在地上。想当初他求婚的时候，也不过是单膝跪地：“婉婉，婉婉，我那都是意外。”我看他手忙脚乱、急于辩解的样子，蓄谋已久的泪水悄然滑下。我哽咽着说：“我不要你了，陆云，你好脏，我不要你了。”陆云当然不肯。好话说尽，毒誓发尽，但我知道必须得快刀斩乱麻，不然等陆云回过味来，我就很难拿到补偿了。所以无论他怎么央求，我都没有松口。我只是不断诉说着这几年来的相互扶持，伪装一副被伤透了心的模样。你给他买房子，我不怪你，我不要房子，但你不该转移我们的婚内财产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我不想和你在法庭上见面。我一边说，一边落泪，才发现原来我是个演戏的好手。离婚吧。我仰着头，一副心如死灰的样子。陆云瘫坐在地上，最后麻木地在我拟定的协议书上签了字。芜湖300万到手，我和陆云领到了离婚证。陆云或许是出于愧疚心理，又或许是害怕，很快地把补偿款打到了我卡里。看来陆云的私下收入可能比我想的还多，不过我不打算争取这部分钱财了。我现在装着对他的不明收入一无所知的样子，就是为了避免万一将来陆云翻车，他会拉我下水。现在我是一个被丈夫背叛的妻子，拿到的也是离婚的补偿款，而不是分了一半的房子。我赌的就是陆云绝对不敢让我公证夫妻双方共同财产。拿到钱以后，我飞快地收拾了房子里自己的所有东西，把曾经生活过的痕迹抹除得一干二净。我可不想掺和他们2个男人的生活里。而方薇果然也很快就趁虚而入，带着孩子搬去和陆云一起住了。我必须承认，方薇确实是个有手段的女人，但私家侦探又查到了不少好东西。
所谓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方薇被大学的富二代男友甩了以后，她的消费习惯一直难以改回来。为了维持高消费的生活，方薇曾经辗转于多个富翁之间，也就是陆云和她不在同一个城市，才不知晓方薇在她学校当地的名声已经烂透了。方薇的眼高手低也为我创造了机会，他特意的邀请我参加他和陆云的新婚宴。方薇用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短信：对不起婉婉，我和阿云实在是情难自己，我不是有意破坏你们婚姻的，我们马上要结婚了，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，不过是想恶心我一下，但他既然都出招了，我也必须得让他们的婚礼更加深入人心，才不枉费他一番用心良苦。我精心制作了一段视频，盛装出席了陆云的婚宴。离婚已经3个月了，陆云看着虽然憔悴了些，但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今天的他还是意气风发，气宇轩昂。我出现的那一刹，方薇就挽着陆云向我走来，一路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，因为陆云的亲友基本都认识我，方薇也不在乎亲友们的窃窃私语。她这么多年早就修炼出一副厚脸皮了。方薇脸上挂着胜利者的微笑：婉婉，谢谢你的成全，我和阿云也算修得正果，还得感谢你愿意到场来送上祝福。谁说我到场一定是来送上祝福的？我回以微笑：应该的，我喜欢热闹，我是来制造更大的热闹的。陆云的神情里有些哀伤，我对他迟来的深情视而不见。陆云就是个自私的人，他只会觉得没能顺利瞒过我太可惜，因为我可比方薇能挣钱。他和方薇结了婚以后，可就得靠他一个人赚钱养家了。方母今天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看我们3人不尴不尬地说着客套话，好像陷入僵局。他立刻走过来，拉走了陆云和方薇：司仪找你们呢，一会还有几项流程。我举杯示意他们自便，就端着酒杯晃悠到了投影仪播放处。陆云请了他的好兄弟来播放他和方薇之间的爱情之路影片，却忘记了这位好兄弟是个好酒的人，怎么可能一直替他守着投影仪呢？我抓住机会更换了等待被播放的影片，就回到餐桌上等待好戏开场。到点之后，司仪喜气洋洋地宣布婚礼开始。身穿繁复婚纱的方薇一脸羞怯，从大厅门口款款而来。陆云也一脸如愿以偿的满足笑容。司仪慷慨激昂地宣布：接下来，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屏幕，一起见证2位新人一路走来的相知相恋。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大荧幕上。我畅快地饮下红酒，起身离开。身后哗然一片，因为屏幕上出现的不是唯美温情的画面，而是各种原配暴打方薇的过程，还指名道姓地进行侮辱。方薇，你这个小女婊子，我招你是来给孩子当家教的，不是让你来勾引我老公的。呸！我要告到你们学校去，居然教出这么不知羞耻的学生，甚至包含了曾经被偷拍的方薇和各种老男人约会的画面，人数之多，年龄跨度之大，堪称奇观。我走出很远，还能听到方薇的尖叫声和司仪尴尬的补救：阿云，阿云，你听我解释，接下来就得看陆云去不去做亲子鉴定了。没多久，我果然听说了陆云和方薇闹离婚的事情，因为那孩子真的不是陆云的。方薇自己都说不清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她当时和好几个男人同时保持着关系，但当她告知自己怀孕了以后，大多数的男人都只想让她打掉孩子，只有陆云这个纯情男孩表现出了惊喜。
他也被感动了，准备金盆洗手，以后和陆云好好过日子。他不是没怀疑过孩子的生父问题，但陆云和孩子都是 B 型血，他才觉得应该不会出意外。没想到不仅当初的不堪过往被人扒了出来，连孩子也不是陆云的。他当然不愿意离婚，被我这么一闹之后，他的名声又更臭了一点。陆云就是他的救命稻草，他必须抓紧他。看到事情的进展都在我的预料之中，我又匿名给陆云的公司发了邮件，提醒他们自查内鬼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陆云被离婚一事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公司终于是查到了他头上，他被指控经济犯罪，要赔偿2000万，赔不上就会有牢狱之灾。这回方薇倒是暗恨自己没有趁早离婚了，那样至少能分一半房子，不像现在房子被抵押，还背上了债。陆云当然还不起，他不仅为了方薇在香榭小区全款买房，方薇登堂入室之后，还从他那套了不少，给他远在乡下的父母买房、买理财产品。方薇胃口大，陆云也将错就错，越陷越深。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，到后来直接挪用公款。陆云被指控之后，他的财产都被密切监控着，方薇就算想卷款跑路也不行。陆云买下的房子全被抵押拍卖，也不过还上了公司的一小部分钱款。我去监狱探访了陆云，他面容憔悴，胡子拉碴，很是狼狈。看见我，他就像溺水的人看见救命稻草一样，不顾一切地抓着我的手。婉婉，你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，我都是被方薇那个女人骗了。我淡定地拂开他的手。陆云，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好像一点也不了解我？我像是被你随便哄一哄就会心软的傻女人吗？陆云眸光微闪，突然恍然大悟一样大叫道：是你，都是你。我咯咯一笑，是我什么？是我背着配偶跟高中白月光不明不白？是我挪用公司钱款？还是我游走在多个男人之间，最后找个老实人接盘？陆云，指责我之前，你得有证据。就算陆云知道了是我策划的这一切，又怎么样？罪行是他犯下的，证据确凿，陆云已经再无翻身的可能。陆云锒铛入狱，负债累累，而我拿着陆云给的赔偿款和这几年自己努力工作存下的工资，开始了创业。虽然夫妻一场，但我将会和他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，我将成为他再也无法企及的真正月光。陆云，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我淡然离开，不再听身后陆云的愤怒咆哮，而方薇仍然顶着他苦心孤诣求来的陆太太称谓。他想着夫荣妻贵，直接找功成名就的男人，却没想过一损俱损。陆云其身不正，他也终于沦为失信人。他倒是还想再找男人做依靠，孩子也被丢给了父母，避免影响自己掉凯子。可惜那场婚礼上的动静闹得太大，没人愿意招惹他，而他已经习惯了做菟丝子，完全没有离开男人独立生存的能力，只能流连于酒吧等场所。我在听到他消息的时候，他已经染上了不干净的疾病。闺蜜是个热爱吃瓜的人，她兴高采烈地跟我分享，渣男贱女，活该。现在他们高中同学全都知道了，方薇也算是再次在班级里火了一把。不过方薇真厉害呀，查出来以后，好多人去医院检查，市医院那几天生意火爆。我最近的心思全放在刚起步的公司上，压根没空考虑他们，而且他们的现状也都与我无关了。我看着天边缓缓升起的朝阳，修剪着前几天刚种下的兰花，只是浅浅一笑，
是啊，自作自受。方薇和陆云都是自作自受。闺蜜认同点头，又满脸八卦地问我：“你们公司哪个跳槽来的？”“是你学长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突然笑了，哈哈，对，是我学长。学长确实有追求我的意思，但我现在不在乎男人有多好，我只要做好自己，成就自己，男人什么的只能随缘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